辽沈晚报报道，这几天秋意越来越浓了，街头的银杏也慢慢披上黄衣，而它的果子，大家俗称的白果，也落了一地。由于白果营养价值比较高，一些人还会捡回家。2015年，浙江2岁男孩欢欢一口气吃了20颗白果，结果不幸的事发生了。约1个小时后，他倒在地上，全身剧烈抽搐，家人火速将孩子送往医院。但送到医院门口时，孩子已经奄奄一息，最后没有抢救成功。浙江海宁街头有很多作为景观树种的银杏树，它的果子究竟能否食用呢？关于这个问题，记者咨询了园林市镇管服务中心，对方回复：可食用，但不能多吃，多吃易中毒。有过敏史或过敏体质的人不要采摘、清洗和食用白果，以防过敏。若接触或食用后出现过敏或中毒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以免延误治疗。辽沈晚报报道，19号下午2点30分左右，福州的陈先生爆料称，福州市台江区群众新村小区内，一名配送员突然倒地不起，当场死亡。一名住在11号楼的业主告诉记者，意外发生在下午1点多，当时他在家中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声重物坠落的声音，一探头就发现这名男子倒在地上。开始我还以为他是被楼上扔的东西砸到了，后面调了监控发现他是送完东西一路小跑下楼，结果到最后一层的时候不小心踩空了，整个人从楼梯上滚下来，头狠狠地撞到地上，滚到自己的电动车前面。监控里面拍到，他到了这边之后，先是把安全帽摘了下来，从车上拿了瓶矿泉水喝了一口，才急匆匆地赶上楼。整个过程都非常赶，要是他没有把安全帽摘下来，说不定就不会丢了性命。业主深深叹了口气。下午3点55分左右，殡仪馆的车辆抵达小区，将男子的遗体运离现场。目前，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正义网报道，他受贿近1900万元，将大量现金藏在地下室，直至案发。这些码放整齐的赃款外的热缩膜还未被揭开。某国有银行行政事务管理局基建项目管理办公室原主任龙延军被法院以受贿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20万元。2011年至2017年，龙延军先后为某建筑技术公司数据中心事业部、王某等单位和个人，在项目招投标、工程推进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钱款共计1842.77万元，外加房产一套。本案总计近1900万元的受贿赃款中，有1100万元来自某建筑技术公司数据中心事业部总经理张某给予的现金。根据笔录的记载，龙延军和张某约好时间地点，各自开着车碰面。张某把装满现金的布袋子或者纸箱子交给龙延军，有时候100万元，有时候150万元。龙延军既不清点，也从不与对方寒暄，收下钱后直奔郊区别墅，将贿赂款放进库房。北京市检察院第2分院受理该案后，认真核查在案证据。鉴于龙延军本人认罪悔罪态度较好，且积极退缴涉案财物，检察机关对其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并依法提起公诉。沈阳晚报报道，李某家住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在2016年4月28日，李某应在光大证券工作的朋友韦某的请求，将1000万元存入广州市建行丽雅湾支行。法院文书显示，双方约好存款期限为半年，并承诺给予高额的利息。存入不久，韦某也及时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李某支付了涉案1000万元款项半年的利息62万元。可是仅仅过了4个月，当李某到建行打算取出这笔钱时，却发现账户内的已无任何款项。经其向建行丽雅湾支行查询，发现涉案的存款早已被转至银盛通信公司的账户中。一审法院查明，犯罪分子以高息等为诱饵，诱骗李某将资金存入建行丽雅湾支行处，再伪造李某的委托划款授权书，通过第三方划扣平台将李某的存款划走。2审中，
诈骗李某的犯罪分子已经被抓获。结合罪犯证言，二审法院认为，李某的建行账户在5天内密集转账200笔流向同一账户，但建行丽亚湾支行没有监控到异常情况，说明其系统控制管理存在不够完善之处。最终，法院酌情判令建行丽亚湾支行向李某赔偿450万元，即该款自2016年4月29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活期存款利息。若李某后续可获赔超过448万元的部分，收取赔款的权利归属于建行丽亚湾支行。该判决为终审判决。证券日报消息，今年以来，多个城市传出房贷收紧乃至上调的消息。近日，金融1号院走访了多家银行网点，发现北上广深等1线城市目前房贷利率处于暂时稳定状态，房贷收紧趋势目前主要出现在2、3线城市。不仅房贷利率较高，而且上调了2套房贷首付比例。同时，不少银行表示，目前银行的额度紧张，放款速度较慢，部分银行甚至直接暂停了房贷业务。融360大数据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9月18个城市首套房贷利率平均水平环比下降，长春、苏州2地降幅超过10 BP，7个城市利率环比上涨。1线城市中，北上深3地持续维持上期房贷利率水平。广州地区首套房贷款利率整体水平环比下降1 BP，2套房利率不变。根据金融1号院调查了解，目前北京各家银行的房贷利率基本上是按照首套在 LPR 基础上上浮55个基点，2套上浮105个基点来执行。按照目前5年期以上 LPR 来计算，分别为 5.2% 和 5.7%。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在接受金融1号院采访时表示，利率收紧是有可能，之前比较宽松，尤其是 LPR 已经持续几个月没有调整，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信号，说明当前的市场利率最宽松时期已经到了，特别是部分热点城市房价上涨过快，必然会有收紧。辽山晚报报道，9月20号，网友爆料湖南省岳阳县农业农村局一副局长当众打砸通信公司营业厅。网传视频中，一名女子摔砸了显示器，另有一位男子对营业员大吼：“我收拾你！”爆料网友称，该女子为湖南省岳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吴某某，视频中大吼男子为其丈夫。岳阳县政府公布的该县农业农村局党政班子成员分工显示，吴某某负责农业资源保护、农业污染防治、河湖长治等工作，分管县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管理站，负责联系县生态能源服务中心。20号晚，官方通报，副局长夫妇在移动营业厅打砸辱骂事件，夫妇2人向对方当众道歉，赔偿损坏物品。当地纪委监委对2人涉嫌违纪行为介入调查。杭州交通918报道，李先生是山东人，今年30岁。2017年7月底，李先生通过某社交软件认识了一名来自武汉、自称拥有博士生学历、目前就职于国内某著名医院的女子刘某。8月底，2人相约在杭州见面，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不久后，李先生收到对方发来的一个重磅消息，刘某告诉他肚子里竟然怀了李先生的孩子，而且还是双胞胎，并且提供了检查报告以及孕照。2018年4月，刘某告诉李先生自己为他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在此期间，刘某多次以生孩子、孩子生病需要医疗费等理由向李先生要钱，李先生前后共计汇款23万余元。面对如此巨额的医药费，李先生内心产生了疑虑。无巧不成书，那段时间他通过网络浏览，居然在一篇人气文章里发现配图的照片竟和刘某发给他的双胞胎儿子照片一模一样。李先生其实早已结婚生子，但是面对刘某的诱惑，他最终没能守住底线。这2年，为了自己这个女朋友和双胞胎儿子，他甚至离了婚。在此后的1年时间里，李先生多方求证走访，先是去了武汉寻找李某未果，随后又去了刘某自称供职的医院，被告知查无此人。李先生这才相信自己是彻头彻尾的被骗了，于是来到萧山钱江世纪城派出所报警。2020年9月10日，刘某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民警博华栋立即带队前往武汉，将嫌疑人押解回萧山。
9月22号，移动互联网数据研究机构 QuestMobile 发布2020新蓝领人群洞察报告称，2016年7月至2020年7月，新蓝领人群月活用户规模增长超过1倍，从1548万增长至3379万，年均增长21.5%，整体向职业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在1、2线城市，新蓝领活跃度很高。随着消费模式不断下沉，3线及以下城市也蕴含着巨大的增长潜力。南都记者注意到，报告对新蓝领人群的定义为在制定周期内使用商业服务型工作端 APP 的人群。伴随城市化发展，互联网平台影响持续深入，新蓝领阶层正在形成，发展出了大量新的产业结构，主播、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房产经纪人等。报告发现，这一群体以男性为主，80后及90后占比近70%。报告称，新蓝领人群兴趣偏好也反映出他们的职业特征和生活背景。外卖骑手和快递员表现出对社交、娱乐、购物等方面更强烈的兴趣，而网约车司机则在汽车、资讯、理财等方面具有更突出的人群倾向性。就生活状态来看，社交、购物、娱乐以及职业关联性较高的行业成为新蓝领人群线上生活圈的主要场景。半岛晨报报道，2020年3月12号18时许，一名10岁的女孩和弟弟自行到广州某理发店理发，在该店任理发师的古某某带女孩单独进入洗头区域，在给女孩洗头过程中，把手伸进女孩的衣内，抚摸其胸部、臀部、阴部等部位。古某某的猥亵行为持续10分钟后，女孩因害怕，强烈要求尽快理发，古某某才将其带到大厅理发。随后，女孩在离开理发店后，将上述情况告知前来接她的母亲。女孩的母亲先与古某某对峙，后报警。古某某得知女孩的母亲报警后，留在理发店内。民警接报后赶至现场，将古某某带回公安机关调查。法院审理认为，古某某猥亵儿童，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对其应当依法在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量刑幅度内从重处罚。古某某犯罪以后，明知他人报警而留在现场等候司法机关调查，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是自首且认罪认罚，可以从轻处罚。法院于是判决古某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近年来，导师与学生的导学矛盾时有发生，例如有导师让学生干私活等。教育部将如何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呢？9月22号，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洪大用回答南都记者提问时表示，教育部将强化导师岗位管理，将政治表现、师德师风、学术水平、指导精力投入、育人实效等纳入导师考核评价体系，同时将出台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依法依规建立师德师范责任认定和追究机制。洪大用表示，研究生导师作为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肩负着立德树人、培养国家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使命。目前，全国共有研究生导师46万人。长期以来，广大研究生导师立德修身、严谨治学、潜心育人，为国家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这是需要充分肯定的。但是，也确有部分导师指导精力投入不足，指导方式方法不科学，质量把关不严，甚至有个别导师出现师德师范问题。中新网消息，22日，教育部召开发布会，并发布了3部门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教育部介绍，将聚焦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组织双一流建设高校和一流企业院所，统筹一流学科、一流师资、一流平台等资源，以超常规方式加快培养一批紧缺人才，为国家解决卡脖子问题和推进科技创新作出贡献。中国新闻周刊消息，曾因被举报而广为人知的史文清落马了。9月21号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发布消息，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史文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史文清系今年落马的第14名，19大以来江西落马的第2位省部级高官。去年12月18号，一篇题为《一位副省级高官的炼金术和多面孔》的文章将其置于风口浪尖。3位商人联名举报史文清，称其曾反复向他们索要巨额钱财。
包括一批价值2000万元的黄金以及指定账户结汇的1.32亿元现金。除此外，文章还直指史文清存在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史文清离任赣州时的千人送别曾轰动一时，一则记录上千名群众为史文清送别的挥别赣南 H5 页面在网上传播开来。画面记录了史文清离开赣州的场景，有村民拉着感谢横幅，有老太提着一筐鸡蛋，也有老者为其敬酒。据称，史书记眼噙热泪，一饮而尽。江西官场知情人士称，真相是史文清自己要求下属组织送别，他们提前把群众安排到地方政府招待所，花费由政府买单。江西政坛知情人称，史文清与苏荣关系密切，存在利益输送。史文清在黑龙江任职时，两人就已结识。澎湃新闻报道，近日南京师范大学一名大3学生在校内宿舍死亡一事引发关注。9月21号晚，网上流传着一份疑似死者的医学证明，上面写着根本死亡原因猝死。死者的哥哥刘先生说，这是弟弟去世时负责抢救的医院开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他想表明态度，并不是不想尸检，只是想先弄清楚弟弟脸上的3处伤口是怎么来的。刘先生认为，其弟弟的死亡很可能是由脸上的3处伤口导致，他并不是不同意尸检，是希望警方先查出伤口是怎么来的，然后再决定是否尸检。记者咨询了南京某医院一位急诊科医生，他认为具体死因还是应以尸检为准。此外，多位受访医生表示，对于死因不明的非自然死亡都归为猝死。据了解，南京警方已介入调查，但目前没有官方消息发布。中证网讯有媒体报道称，英特尔已获得向华为供货许可。9月21号晚间，中国证券报记者向英特尔方面求证，英特尔方面表示已经获得向华为供货许可。此外，9月21号晚间，有供应链公司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称，英特尔方面向该公司表示已经获得向华为供货许可，因此该供应链公司已在继续推进华为笔记本项目。